修一个呼乳通的机顶盒，它的问题呢是不开机，看一下，开机之后没有任何反应，指灯都不带亮的。现在咱们把它拆开来维修一下，看一下它是什么问题。打开以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呢是有2块大板，这块板呢是它的电源板，然后这块呢是主板。像这个开机没有任何反应，像这种情况啊，一般呢都是和这个电源板有关系的，都是电源板坏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如何能快速的判断出是这个电源板或者是主板的问题呢？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腕表来测量一下这个电源板它这个输出，看一下有没有电压输出，输出电压正常不正常？如果没有电压输出，证明就是它坏了；如果有电压输出，输出的电压呢也正常，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主板的问题。这个电源板上面是5条线的，测量的时候先找到上面的这个 GND， 这是它的地线，然后再看一下第5角，这儿是个5伏，这儿就是5伏的电压，用腕表测量这2个阴角，先通上电，然后打开开关，看一下它的电压输出正常不正常。这是5伏的电压，看一下它的输出电压呢，现在是1点多伏到2点多伏之间来回的跳，电压很不稳，然后这个电压呢也非常的低，偏低太严重了，肯定它是开不了机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不能判断是这个电源板的问题还是这个主板的问题。我们首先还需要把这个电源板连接主板的这条线给它先断开，断开之后，然后接着再测量一下，看一下它们到底是哪儿的问题。现在电压还是一样，看到没有？还是3点多伏，一直在这儿跳，是吧？不稳定。正常电压是5伏，现在是3伏多，还是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它的问题呢，就是电源板坏了。测量电源板输出电压的时候，为什么要把这条线给它断开呢？断开的意思呢，就是避免是这块主板有严重短路的地方，才会出现它的输出电压偏低。所以呢，要把它断开之后，再接着测量，看它的输出电压正常不正常。如果正常，就说明电源板是没问题的，它这个问题呢就出现在这个主板上面。如果它的输出电压不正常，那么就是这个电源板坏掉了。现在咱们把这个电源板给它拆下来，检查一下，看它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元件坏的引起的它这个电压输出偏低。电源板输出电压偏低，像这种情况一般呢都是这个输出端的这些滤波电容量失效之后，它就会出现电压偏低，而且不稳定，负载能力差。还有一种情况，也就是这个主滤波电容，看一下，如果它这个容量变小了之后，它也会出现输出电压偏低一些情况。经过我检查了以后呢，发现这些元件并没有坏，没有发现问题，然后后边的这些贴片的小电阻也是没问题的。包括上面的这些二极管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它这个问题呢，就是只有就是这个像这个电源管理芯片，还有这个光耦，还有431没有更换，没有检查。像这种情况维修起来比较麻烦的这种还有个别的维修方法，就是建议大家呢就直接更换一个这样的小板子就可以了。其实呢，买个这样的板也非常的便宜啊，这个呢是我花了10块钱买的，可以把它给换上去，也是一样的。这种方法呢是维修起来是比较最简单，而且速度最快的。如果是小问题的话，像这种直接给它修一修就完事了。如果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直接就更换，因为浪费时间太长了以后呢，维修起来和这个收入这个成本呢是不成比例的，所以呢直接就更换一个这个上去。像我们在维修别的电器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维修起来太麻烦的情况下就直接换的时候呢也不一定它这个外观型号是一模一样的才能使用。其实像这2个你看吧，外观不一样。最主要呢就是看一下它这个输出电压只要是一样就可以了，外观是无所谓的，排线顺序不一样其实也是可以把它给更改的。我们现在主要把这个给它断开，然后焊在上面就可以了。我们测试一下，看一下把这个换上去能不能修好这个机顶盒。换好以后呢，开机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开机。这个改过免定位，看一下它这个模块上面指示灯已经亮了，说明它电压正常的。看一下这个显示面板也是正常的，开机了已经，没问题。